我现在手里拿的是 OPPO Find X9 这款产品，在前2天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快速的上手视频啊。今天的视频呢，我们不聊硬件，我们说一说这一次和 Find X9系列一起登场的 ColorOS 16，看看大家1分钱不花，手里的旧手机能获得一个怎样的新体验。ColorOS 16的第一个最直观的变化呢，其实是它的 UI 设计。OPPO 在 UI 设计上第一次引入了半透明的光线质感，质感上应该是受到了 iOS 26的影响，但是呢，两者又不完全相同。iOS 的概念呢是透过上层看到下层，去透过按钮看到内容，而 ColorOS 它的理念呢，则是光线的散射。我把两代系统几个不同的设计做一个对比，大家快速了解。ColorOS 的第二个设计改变，全新的光场壁纸，这套壁纸实现了景深识别遮挡，也实现了时间的半透明磨砂质感处理。在这个全部灵感主题里边，有 OPPO 给大家设置的各种已经摆放好位置的这样一些图标，比如说我选的这个是在时间中来显示一个图案。这个呢是 OPPO 它时间在这个位置，然后下边呢可以添加小组件，上边这个文字我们可以自定义，也可以通过 AI 来进行生成。这个小朋友的身体把尽兴玩闹这4个字有所遮挡。这个小姐姐，你看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来进行调整，来实现景深的一个控制。这是一个潜水的小姐姐，我可以关闭景深，这样小姐姐呢就在这个数字之后了。有些同学说你这几张壁纸都是 OPPO 人家安排的，那么我现在呢给大家随便的展示几张我自己拍的照片。这是一张 Live Photo 的照片，然后我们选择确定，这个时间呢也变成这种玻璃的半透明质感。然后大家注意，这个半透明玻璃和衣服接触的这个边缘这位置，你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时间的玻璃上边映射出的粉色的外套。如果这张照片是使用 Live Photo 所拍摄的照片，那么它会采用拍摄照片中的一小段视频慢放加插帧的形式，在手机解锁的1秒钟来一段小动画。它会有一个动画，然后跑到这个小姐姐身后，然后小姐姐还是有一个立体景深的动态效果的。我们再看一遍，比如说我们现在双击点亮屏幕，然后解锁，看到了吗？就是这个解锁之后，小姐姐的这个手依然在往上捋头发。在这个位置啊，有2个小细节。第一个是 OPPO 把动态壁纸和息屏时钟整合到了一起，也就是说从锁屏到点亮屏幕，这个时间显示会有一个动画过渡。第2个小细节呢，就是因为 Live Photo 啊，它截取的那段小动画分辨率是明显落后于照片的，所以说它的动态部分呢会有一个清晰度的落差。今天视频的第2部分，我们聊一聊 AI。这一次ColorOS 16中，我认为最有趣的就是这个 AI。OPPO 第一次把 AI 和使用手机的你紧密的连接在了一起。AI 的第一个记忆新场景，记账啊！记账 App 目前最大的2个痛点，第一个呢就是免费的记账 App 广告多啊，没广告的 App 呢又要收费。我之前就看到有不少网友留言啊，说我不可能花钱去记录自己花钱啊。第2个痛点呢，就是记账的步骤多，麻烦啊，每一笔都需要手动去录入，然后分类。所以说，非常多的 OPPO 用户一直在期待有一款免费的记账 App 出现。而在 ColorOS 16当中，OPPO 用 AI 把这个事儿搞定了。小步记账啊，它是在小步记忆里，首先对于通过微信、支付宝和云闪付进行的支付，你无需任何操作，手机会自动的帮你记录在小步记忆当中。用微信支付，大家看，这个时候上边就会有一个支付信息已记住，那我们点击它，这个时候它就会记住下单时间10月10号，商家是麦当劳。它在你支付的过程中呢，会给你不同的支付进行自动的分类。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不是通过微信、支付宝，比如说我通过京东或者美团那个 app 直接支付，那这个时候不能自动识别了。比如说我现在通过京东支付，它就因为没有使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没有自动弹出，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只需要点击查看订单，这个时候只需要按一下小步 A 按键，大家看到了吗？这里有一个动画，然后有个零食的标志，显示零食支出，就是以刚才那个截图为准。然后你看下边支出，然后零食，商品类别怡宝饮用水。那么问题就来了，除了截图，比如说你去餐馆吃饭，通过现金支付的，你只需要管店家要一张小票，手机的相机打开，只需要点一下这个按钮，大家注意。看到了吗？正在支出，正餐支出，商家西部马华，然后下单时间10月7日。大家注意啊，我今天录制视频呢，已经是10月10日了。它并不会直接因为我最后录入的就收录到最新的一条，
而是它会放到10月7日，看到了吗？插入到10月7日正餐这一栏里，你再也不用手动的苦哈哈的去输入数字啊或者品类了。如果你觉得小布识别它不够精准，你还可以自己重新分类，自己重新编辑金额。这个麦当劳，你觉得明明是一个零食，我们可以自己在这里编辑，它有很多品类啊，宠物啊、旅行啊、投资啊、养娃呀，我们可以给它选择，比如说正餐，点完成。在我测试的大概几十次支付过程中吧，小布 AI 自动识别非常精准，完全不需要我重新编辑。然后当你汇总了你每一天的一个记账，然后以不同的类别来进行分类之后，就会在这里给你的10月，比如说每个月的总支出来进行一个汇总，然后你可以查看1周、1个月、1年的总账目。当然了，小小的数字汇总到一起还是很有冲击力的，难免还是要心惊肉跳一下。大家只需要记住那句话，就是钱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变成了账本啊，继续陪伴你。这还不算完啊！就像每一个专业记账软件一样，小布它会分析你的收支趋势，并且以图表的形式告诉你过去一段时间你的消费不同品类的占比。你回过头看 ，AI 在识别支付的过程中自动分类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以上我提到的所有环节都是免费的，没有广告，默认集成在你的手机 AI 当中。当然了，你也可以关闭自动记账啊，不记账也能过日子，对不对？你也可以给你的小布记忆设置一个验证锁，防止私房钱当场被缴获。所以大家感受到了吗？ OPPO 今年这套系统核心中的核心就是打造对用户有记忆的 AI。那么说完 AI 记账，我们就来看看第二个 AI 场景， AI 印象。这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日常小布通过你和他对话，或者说你的提醒或者你的告知，他能够记住你喜欢什么、爱吃什么、讨厌什么、过敏什么，然后小布会生成一个你的兴趣爱好表格。这里有一个查看我的 AI 印象，有 MBTI 类型，我是绿色老头，然后饮食偏好，喜欢无糖可乐，喜欢咖喱，这些都是我告诉他的。喜欢吃辣的。饮酒偏好，大家看，像这两个，这个不是我明确告诉他的，它是根据我日常搜索的习惯生成的。这是我告诉他，我说我喜欢恐龙，如果哪个地方有恐龙的博物馆，可以优先推荐。然后之后小布的回答就会根据你的私人情况来进行私人定制。你可以理解为 OPPO 在做一个像抖音一样的那种兴趣推荐 AI 助手。这么说起来的话，是不是有一点像学生时代的那个同学录，对不对？哎呀，那个时候啊，为了让班里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给自己写同学录，就是把同学录给全班同学全传一遍，全写了一遍，最后才传到他手里。跑题了。哇，我才知道现在的这个同学录这么高级，它上面还有一个大抽奖，大家看，很顺滑，就是这个小熊停下来，这个键指到哪儿，互画肖像。哇，我们现在呢要去上海旅行，给我推荐上海3个景点，结合你的喜好，为你推荐上海这3个特色景点，既有丰富人文底蕴，也有你感兴趣的元素。因为我跟他说过我喜欢恐龙，所以他第一个给我推荐的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然后推荐的外滩，因为我跟他说很喜欢人文风光，给我推荐一下黄山市3个旅行景点。结合你的旅行偏好，为你推荐黄山市3个兼具名气与人文特色的景点。他在推荐的这个文案里写着，虽然说你偏好人文，你不喜欢爬山，但是黄山的自然风景和历代的人文主题融合得很强，所以还是值得一去的。它不是那种一刀切式的推荐，不是说你不喜欢爬山，那去黄山市，你黄山你都不要去看了。给我推荐3个上海好吃的餐馆。根据你的口味偏好，喜欢辣、酸甜口、牛舌等，结合上海本地特色，推荐以下3家风格各异的餐馆。小布 AI 的第3个场景，实景对话。其实 OPPO 在 ColorOS 15中呢就已经把摄像头和 AI 连接起来了，但是当时没有做专门的适配，更像是2种能力的叠加。而在 ColorOS 16当中 ，OPPO 专门在小布助手里增加了视觉入口，也就是说你可以点击进入，然后指哪儿打哪儿。那我第一个想到的自然就是导游。西安旅行，然后去那个西安历史博物馆那个地方，你想找一个精品导游特别难找，就特别稀缺。你如果报一个大团，一个团20-30个人，你走到哪个文物，那个团员呼就围上去，你根本什么都看不清。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可以用手机拍到它，然后它就给我识别出这是哪一个文物、哪一个展品，然后就快速的给我展示、给我讲解，是不是它就是一个最佳的私人导游？这是什么？这是各种釉彩大瓶，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属清乾隆时期，它高86.4厘米，口径27.4厘米。这个卖多少钱？受法律保护，禁止买卖。2014年，一件残缺同类大瓶以1.52亿元成交。这是什么？这是青花海水纹香炉，属于明永乐时期的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它高55.5厘米，口径37.3厘米，足距38厘米。这个是什么？给我介绍一下。这是青花釉里红开光天花盖罐，藏于河北博物院。这
这个位置我一开始以为他说错了，明明是在故宫啊，怎么说收藏于河北博物院了？后来我看了一下这个标签简介，它还真是出土于河北。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目前国内有2件，另一件就收藏于河北博物院，还真是故宫一件我一件。这是什么？这是汝窑天青釉3族尊式炉盛盘，属于北宋960到1127年，文物它以天青釉色闻名，造型规整，工艺精湛。这个是纯新的吗？毫无争议的新的吗？这个汝窑天青釉3族尊是炉盛盘，不是纯新的，它是北宋时期的文物。汝窑拍卖的话，最高拍卖过多少钱？汝窑精品在拍卖市场有高价成交记录，如曾有汝窑瓷器以2.9万港元成交。那么，如果能解决了博物馆啊，我又飘了，我又想测试一下小布能不能成为我的一个私人的外景导游呢？那故宫的每一个大殿长得都差不多，Find X9能否识别出每个不同的殿，然后给我讲一些历史知识呢？一起来测试一下。这是什么景点？这个景点是故宫博物院。你可以随时打断，而不用等 AI 说完。皇帝大婚之后是在这儿住吗？就像我们真实世界中和一个比较有渊博知识的人聊天一样。能给我介绍一下故宫里这些缸是干嘛的吗？是里面会储存水，一旦宫殿发生火灾，就可以就近取水灭火。同时，它们也是故宫建筑装饰的一部分。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景点吗？这是故宫的延禧宫，它是一座未完工的西式建筑，有烂尾楼之称，建筑风格融合中西，现常作为故宫的一处特色景点。历史上魏璎珞真的在这里居住过吗？魏璎珞的历史原型是令妃魏佳氏，她在历史上并没有在延禧宫居住过。延禧宫在清代后期多灾多难，还曾被大火烧毁。我觉得故宫应该是众多景点里识别度比较高的了啊。如果是一些3A 或者4A 级景区啊，可能识别度都会降低一些。我在想，未来有没有可能把视觉加上 AI， 再结合一个 GPS 结合到一起，对不对？那作为导游的能力可能就更强了。如果我们出国去旅行啊，去餐馆点菜，就是一个让人很头疼的场景，因为很多专业词你不认识，而且国外很多菜单它没有那些图片。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打开小布了，就像你身边有一个本地的导游，你问他这是什么？你指的这个菜是 assorted hormone 盛合，也就是混合内脏，属于烧肉 yakiniku 类菜品，价格是1700。就是它不仅会识别出这个菜，还会来告诉你这个菜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样式。我现在手指这个是什么？你手指的这个是 Tenba Ajuwai Chicken 单波鸡。能给我介绍一下单波鸡是什么意思吗？单波是日本的一个地区，有柔和甜美的意思。这道菜应该是用丹波地区的一种鸡肉制作的菜品。当然了，我相信在这里大家肯定会说，你这个需求手机翻译 app 就能够直接进行操作呀，对不对？而且人家那个翻译 app 还能够把这个英文或者日文的菜单直接给你翻译成中文，一一对应，不一样啊！我自己在使用很多翻译的 app 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手机翻译 app 它只能逐字翻译，但是AI 它可以帮助你理解这个菜。在这个场景中，我觉得目前所存在的不足，一个就是它不能调用其他的镜头。这是故宫的什么宫？比如这个场景因为这个乾清宫它本身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标志物，所以这个时候只看主镜头它就看不清，所以识别错了，识别成太和殿了。如果这个时候用长焦能看一下这个牌匾，那就可以准确识别，然后直接给我介绍。另外呢，就比如说菜单这种场景，如果它能够识别出这是一个菜单，然后有一个定格翻译，对不对？甚至再结合我自己的口味给出一些建议。我们很多时候去餐馆点菜，很多菜都没有吃过，不知道这个口味适不适合自己。那 AI 是不是可以结合互联网的数据，再结合我刚才给它的这种口味上的偏好，来直接帮我圈选几个我可能喜欢吃的菜呢？另外，我特别希望 OPPO 能够把视觉 AI 和辅助功能结合起来，就帮助更多的视障用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我觉得 AI 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可能要超过我们很多人。那 AI 加视觉很可能就会帮助视障用户的生活质量再提升一个等级。AI 这还不算完在 B 站和抖音当中，我随手在一个视频中按下小布这面按键，我现在点开我的一个 B 站视频，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按一下小布 AI 按键，然后呢，它就开始在帮我分析。这个功能呢，目前支持了 B 站和抖音，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信息已经记住，它会有帮我总结了这个视频的整体内容，然后每部分标题前边还有一个 emoji， 我点击这个时间，它就会自动跳转到我刚才这个选择的时间。有2类是视频是不支持的，一个是视频如果过长是不行的，另一个就是如果看这个视频的人数过多
那也不支持分析，它可以在后台帮我识别这个视频短片里的内容。而对于录音软件，现在你可以通过 AI 能够实现更精准的识别了。软件除了能够自动区分两个嘉宾的对话，还能够自动的生成字幕，并进行 AI 标题总结和归纳。AI 场景还没完啊！这次 OPPO 在相册功能中还带来了非常多有趣的 AI 功能啊！但是现在还不让说，大家可以等我之后 Find X9 Pro 的评测视频。今天视频想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 ColorOS 16的新功能，就是 OPPO 继续做好对于 Apple 的适配啊。之前可以通过 AirDrop 直接给 iPhone 或者无线传输资料给 Mac， 而这一次呢更进一步，你现在可以实现在 Mac 上对 OPPO 手机的投屏。现在呢，这出现了一个小光标，然后我这个小光标就跟我 Mac 的手势一样来可以操控我的手机。我目前给大家测试最多可以同时打开5个投屏，但是呢，最多是有2个在前台，后边3个呢就相当于休眠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点击继续投屏，然后之前的那个又会休眠。以上呢就是这一次ColorOS 16我最想和大家分享的几个场景。其实 UI 改变，苹果支持，那都是辅助，核心中的核心就是 AI。从 ColorOS 15开始，我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 OPPO 对于 AI 的理解非常深刻 ，AI 和什么基础功能结合，能带来哪些改变，而这些改变又能给用户带来哪些实用价值 ？OPPO 把这些问题想得很清楚。今天这支视频呢，其实只是给大家推开一点点门缝，让大家能够看到 AI 广阔场景中所透射过来的那一束光。每个人推开这扇门，其实都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记忆的世界。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